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解析卡这个频道。最近呢，我收到不少朋友的留言啊，有人就点名了，小珍啊，我看你日常一直在买，但是好像还蛮能够存得下钱的嘛，你是有什么秘密吗？我真的是有啊。因为在我漫长的买的过程中呢，我总结了一套经验教训吧。我知道在什么样的品类呢是需要花一点钱的，投资一些品质更好、相对比较贵的单品，但是其实可以穿很多年。但是呢，在某一些品类的单品上面呢，我是不愿意花钱的，买平价产品我觉得已经足够好了。换句话说呢，我是一个相当精明的消费者，知道如何把钱呢用在刀刃上。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我的5个原则吧。不过呢，大家要注意哦，所谓的贵也好啊，便宜也好，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且每个人他的财富状况都是不一样的嘛。那我今天说的只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大家不要去抠字眼。那第二呢，就是我今天说的也只是我的一些个人想法啊，这并不是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哦，大家就随便听听，送给有缘的朋友。如果呢觉得不是很赞同，也完全没问题啊，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有我们不一样的人才会变得如此丰富多彩。那如果你有什么更多的一些想法呢，也欢迎留言补充。好了，老规矩哦，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呢，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 More 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私密购物群，在里面呢，我会分享我的同款全球最新最好的折扣，以及一些相关的 styling 的一些 tips。我也会把链接呢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那欢迎你来玩。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首先第一大类呢就是首饰哦，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哦，曾经听到或者看到过这句话：女人到了某某岁之后，就不要再买那些廉价的合金首饰了，要买就要去买真金白银，投资真正的珠宝，对不对？我呢也曾经被这句话影响到，而且确实是被洗脑了，也买了不少真金白银的首饰。比如说这个 Tiffany 就是我大概2-3年之前买的吧，就是这根大金链子 Hardware， 还有我之前分享过的我这一块宝玑的大金表也是真金的。但是呢，我回过头来看啊，我的这些首饰的 collection 吧，我这么说吧，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啊，我是绝对不会花这点钱去买这些真金白银的首饰的。我情愿去买多一些合金类的 fashion jewelry。那对我来讲呢，原因是有2个。第一呢，就是首饰，包括真金白银的首饰，对我来说呢，利用率都不高，我觉得有点浪费。因为对我来讲呢，首饰就是配饰的一种啊，配饰，顾名思义，那就是配角。也就是说，它是要为主角服务的。那我们的主角呢，那肯定就是你今天的穿搭了，对不对？我们经常穿搭的时候，首先就会先穿好衣服鞋子，然后再去配首饰。不会有人倒过来吧？我今天要戴这套首饰，所以我要去配什么什么衣服，对不对？所以呢，对我来讲，哇，作为一个配角，我却要花这么多钱，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而且呢，我的特点就是我是一个喜欢衣服跟首饰配全套的人。换句话说呢，我不会因为说我有一个可能比较百搭的首饰，就什么衣服我都会去配这套首饰，我不会的。我一般都是首饰衣服都会搭配好的。所以任何的首饰，包括真金白银的首饰呢，在我这里其实利用率都不是特别的高。那既然这样，我就觉得哇，花好多钱去买哦，觉得是有一点点浪费的。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呢，我情愿多去买一些 fashion jewelry 来搭配不同的衣服，起到更好的效果。那第2个原因呢，就是从设计和美学的角度来讲哦。因为我自己呢，本身穿衣服就比较素一点，大部分都是黑白灰，基本款比较多。如果我再戴那些比较细巧的首饰哦，再加上我人的码子比较大嘛，就会整个人被淹没掉，会显得比较平庸。所以我自己呢是比较喜欢设计感比较强一点，风格也比较突出的那种首饰。如果是这种类型的首饰呢，再去买真金白银，或者是买一些大牌货，哇，我真的是觉得我消费不起，因为太贵了。
而很多 fashion jewelry 呢，虽然他们是合金的，但是他们的设计的理念啊，还有风格啊，都蛮对我胃口的，所以我经常呢会在一些快时尚品牌啊，或者是一些 vintage 店里面，都会淘到很多我喜欢的首饰。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戴的这个是 COS 这副耳环，是我大概2年前买的吧，可能也就$30-40，但是我到现在看我都非常的喜欢，而且搭配我这样的基本款针织衫，哇，真的是绝配。还有 vintage 也是啊，我有超多从 vintage 店里面淘来的首饰，都很便宜啊。比如说这一副大的金色的手镯，每次戴呢都会被别人问哪里买。还有这一副很大的耳夹，黑金的，哇，每次戴都觉得自己特别美，特别有力量感。你看它也不是真金白银啊，但是我真的好喜欢啊。那大家回过头再想想啊，比如说 Coco Chanel 他自己设计的这些珍珠项链，其实也不是真金白银啊，对吗？也都是人造的珍珠，换句话说就是玻璃而已啊。当然了，Chanel太贵了啦，我觉得是没有意思啦，实在消费不起。其实市场上真的很多好看的 fashion jewelry， 如果你好好保存的话呢，我觉得保存个3-5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我自己呢，也刚刚下单了2件很好看的首饰，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是来自 Mango。一副呢是这个水滴状的耳环，其实是我之前去德州休假的时候，德州的闺蜜给我分享的，因为她买了一副，哇，真的好好看啊！因为这个水滴状的还蛮柔美的，而且大小呢也不会太大，我们亚洲人戴呢也是完全没问题的。上面呢感觉有一点点像琥珀那种感觉哦。冬天的时候呢，搭配美拉德色系的衣服；夏天的时候搭配那种小裙子，也蛮有度假的感觉，所以我就下单了。只要$19啊！收到货之后会跟大家讲的。还有呢，就是我买了 Mango 这一套手镯，我其实看上好久了，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大手镯。这个呢，它既是有金属的，又有那种有点像树脂那种感觉的手镯，而且呢，3个形状都不太一样，我感觉戴在一起或者是分开来戴都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所以我特别的喜欢，很期待。这套呢是$59。哎，多买几套，真的。可以搭配衣服，我觉得远比去买那些很贵的真金白银要划算。天气呢慢慢热了，白 T 就要登场了。以前呢我也听说过一种话术吧，就是说越是基本款越要投资买好的，白 T 就是。但是我实践下来我觉得这个理论吧不是很靠谱因为再贵的白 T。它就是白色的一件 T 恤，注定了它特别容易弄脏。喝个咖啡啊，喝个茶，吃个饭，动不动就会搞脏。还有粉底，我的天啊！跟大家讲，真的，无论多么贵、多么好的白 T， 穿不了多久，洗很多次，注定就是会发黄，会被扔掉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如果我有一件很贵的这种白 T 的话，我吃饭啊、做事啊、说话都会特别的小心。甚至就到了，哎呦，我都不想穿这件衣服，因为太容易弄脏了，弄脏就要去洗，洗多了就要坏掉，就会陷入那种无尽的内耗，你知道吗？所以我是觉得白 T 去买那种特别贵、特别好的品牌，我觉得是没意思的。而且市场上有很多那种做得很好、价格也不是很贵的白 T 啊，大家买的时候呢，注意最好选择100%全棉的，领口呢不要太高，这个白色呢不要太白就可以了。那我自己最爱的白 T 呢，就是这件 COS 了。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买过好多件了，已经不同的颜色。然后它的领口呢做的也不是很高，而且呢这个领口呢也很扎实，不容易变形，洗过很多次也是完全 OK 的。颜色也不是太白，整体版型都很好。我这件是 M， 今年呢我可能会想买一个 L 更大一点，穿上去呢更有松弛感一点。就$49，真的怎么洗弄脏了再买我都不会心疼，对不对？这样呢才是真正的人穿衣服啊。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私密购物群，在里面呢我会分享我的同款全球最新最好的折扣，以及一些穿搭的小技巧，我也会把链接呢放到描述框里面，欢迎你来玩。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第3大品类呢就是牛仔裤。
我应该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买不到合适的牛仔裤。有一度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身材的问题吧，我必须要买贵的、好的、专业的牛仔裤，才能够穿出感觉来。我还真的买过很多条市场上专业牛仔裤，都非常的贵哦，但是也没有穿出我想要的感觉，最后全部都被我退货，或者是都断舍离掉了。直到去年呢，有一次我很偶然的时候，我买到了一条 COS， 也就100多美金吧。哇，我觉得好好看啊！怎么就一个这么普通的牌子就能够做出那么好的牛仔裤？只是我之前缺少了一双发现的眼睛。然后再之后呢，我也是无意间看到一条 Uniqlo 的牛仔裤，买下来之后也发现特别的好穿哦。然后我就发现，其实牛仔裤这个品类吧，也可以完全祛魅的，就是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买个某某牌子、某某大牌，什么都没必要。其实最重要还是多试试，找到适合自己的版型。那面料呢，最好是棉含量高一点，这样穿上去呢会比较舒服一点，也不容易起皱，穿的时间呢也会比较长一点。所以呢，自从我对牛仔裤这个品类有全新的发现之后呢，我也买到了更多条适合我的牛仔裤，而不仅仅是把自己局限到要去买贵的、买更专业的这种品牌上面去啊，打开思路就可以了。前面几个大类呢，讲的是我觉得不需要花太多钱的品类啊。那后面2个品类呢，我觉得是值得花钱投资的地方啊。那首选呢，就是一件长大衣。我跟大家讲，真的长大衣哦，这个质感好不好，区别实在是太明显了。区别可以说是所有的衣服里面最明显的了。因为长大衣真的质感好不好，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太明显了。而且呢，因为它占地面积很大，又是个 statement piece， 一眼看上去，大家只会看到这个人穿的长大衣。比如说这个图片里面吧，其实这个女生还穿了衬衫，还穿了裤子，还有鞋子，但是都看不到。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件长大衣上面哦，所以这个长大衣质感好不好是很容易被别人看出来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很有意思的是呢，我自己是个近视眼，我走在路上呢，很多时候经常看不到人，看不到一些路牌啊等等。但是哦 ，for whatever reason it is 啊，我每一次看到别人的长大衣，我总是能够一眼看出他的长大衣质量好不好，特别搞笑。因为很多品质不好的大衣呢，就会用到一些比较廉价的纱线，就非常容易起球或者掉毛，而且冬天嘛都比较爱穿深色的大衣，这种起球掉毛的情况呢就会很明显。我一个近视眼都能够一眼看出来，看得我特别的难受。而且呢，有一些大衣你会发现就是皱巴巴的，哪怕它穿之前可能是熨过了，但是呢稍微动动立刻就皱得很厉害。主要可能是因为它的面料里面呢有可能比较多的廉价的纤维啊，比如说聚酯纤维的含量比较高，那这样呢就缺乏抗皱性，而且呢可能是它这件大衣为了省成本哦，在出厂的时候呢没有做高温定型，或者没有添加抗皱的一些辅助的成分，还可能呢是因为这个大衣的面料太薄了，同时为了省成本，它没有加内衬，或者用了很廉价低成本的里衬，那整件大衣呢就没有足够的支撑力哦，看上去呢就不挺阔，很容易起皱，看上去很没有精神。而高质量的长大衣哦，它的用料是很扎实的，你路过它的身边就能够隐隐看到那种光泽感哦，特别的好看。同时呢，做工也好，整个版型呢就会很挺阔，不容易起皱。即使经常穿呢，也不太容易起球啊，或者是掉毛啊，这样投资一件好的长大衣还可以穿很多年，这样算下来呢，其实还是蛮划算的。另外啊，长大衣呢作为一个 statement piece， 真的是能够让人一眼就能够看出你的品味是怎么样的，能够迅速提升全身的造型的质感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让我来选，在这么多品类里面最值得花钱的，我觉得就是长大衣了。注意啊，我这里说的并不是要鼓吹大家每个人都去买一件 Max Mara 的羊绒大衣哦，因为每个人的财务状况是不一样，我就没有，我也没有觉得一定有必要必须要拥有啊。我这里想强调的就是不要去为了贪图便宜啊，去买那种几十美金、100美金的长大衣，肯定是好不到哪里去的。
其实市场上有不少的平价品牌的长大衣都做得不错的，比如说我自己就一直穿的这件 COS 的长大衣它也不是很贵，可能也就$300-400左右但是呢，整体来说版型质感都是做的相当好的。还有很多韩国的小众品牌也不错，这件 Love 的大衣我也穿了很多年每一次穿的也都会被别人问哪里买。还有像包括 Massimo Dutti、Mango， 学着去挑合适的款式。是能够找到性价比不错的大衣的，大家买的时候呢，注意去看一下它的面料里面的羊毛、羊绒的含量，尽可能高一点，这样买出来的大衣呢就不会踩雷。最后一个大类呢，就是关于打底衫我觉得这个品类呢是蛮值得拿出来说一下的。因为很多人呢，其实都觉得，哎呦，打底衫嘛，就穿在最里面，又看不到，最多就看到领口这一圈，对不对？那没有必要花钱去买贵的，因为这种便宜的随便买买，穿坏了就扔了嘛，不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呢，我是有不同的想法。我认为呢，打底衫呢是值得投资的。当然了，我说值得投资，并不是说要去买$1000一件的贵妇品牌。话说，好像打底衫也再贵也没有$1000吧，我也不知道。我想说的就是尽可能去买稍微品质好一点的打底衫。因为很多便宜的打底衫呢，它为了省成本嘛，都不会用什么羊毛、羊绒丝绸，都是用很便宜的那种化纤面料制成的。那它的吸湿性就不好，因为即使是冬天嘛，其实你贴身穿的时候，尤其在室内，有的时候可能会出汗，这样就会很不舒服。而且呢，长时间穿这种粗糙的面料，会比较容易引起皮肤发红或者是刺痒，引发皮肤的敏感。而且呢，还比较容易造成静电因为这种化纤面料呢，它不是天然的嘛，就在冬天穿的时候特别会冒火花。最重要的是，这种化纤面料其实并不保暖呢。你跟一件内搭的是全羊毛的打底衫相比这个保暖度真的太差了。这种化纤面料廉价的打底衫吧，看着很便宜，但是因为它面料不好嘛，所以你穿几次、洗几次之后呢，就很容易松掉或者毛掉，你就要去买新的。其实算下来也不便宜的，真的。其实我就想说，一件高品质的打底衫绝对价格来看一点都不贵。比如说我自己经常穿的这件 COS 高领的。还有这件圆领的，大家应该都看到我穿很多次了。这两件它其实都是100%羊毛的，但是它的价格呢只要$79从绝对价格来讲，$79真的不算贵但是呢，你这样的话不仅保暖很舒服，而且可以穿很多年。这件高领呢，我已经穿了有3-4年了，洗过很多次也没有变形。这样算下来，其实还是非常划算的，还不如去买一件这种高品质的打底衫远远好过为了贪图便宜买个几块钱的打底衫。那大家买的时候也是要注意面料，尽可能去选比较高含量棉羊毛羊绒丝绸都是不容易踩雷的。这样呢，也能够帮助调节体温穿的季节也会比较长一点。好了，一口气分享了我的几个购物的原则，哪些地方是可以花钱的，有些地方呢是可以省钱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欢迎留言分享给大家吧。还是那句话，这些呢都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没有对错的，大家也不要觉得这就是金科玉律了，完全没有。好了，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私密购物群，我也会把群链接呢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在其中呢，我会分享我的同款全球最新最好的折扣，以及一些相关的穿搭小技巧，欢迎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